你知道《水浒传》中的1两银子有多大的购买力吗？放到现在又能折合多少钱？真相让人惊掉下巴。我们直接看书中的这几个例子。水浒小说第14回，智多星吴用请客请阮氏三兄弟吃酒，在最后结账时，书中写道吴用取出1两银子，问主人家估了1大瓮酒，又买了20斤生熟牛肉，1对大鸡。也就是说，1两银子能买1瓮酒和20斤牛肉，外加2只烧鸡。那么这些东西加起来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？首先，古代的物质水平远不如现代，特别是牛肉的价格肯定要比现代贵。就按照现代牛肉1斤大约50块钱的市价，那么20斤牛肉的价值就等于1000块钱。至于1对烧鸡，1只咱们按照市场价50元，2只就是100元。还有1大瓮酒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古代买1瓮酒具体能够装多少斤，但按照吴用和阮氏三兄弟4人的量，这1瓮酒可能至少在3-4斤左右。而1斤酒，咱们就按照普通价格20块钱来算，4斤就是80，加上前面的牛肉烧鸡，这1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现代的1200元。那么10两银子就约等于现代的1万元，顶现代一个普通阶层2个月的工资。宋江还是郓城县押司时，给阎婆惜资助过10两银子，而阎婆惜办完父亲后事还剩下5-6两，可见古代办一个丧事4000块钱就足够了。后来宋江因为怒杀阎婆惜到柴进庄上避难，同为避难的武松与他一见如故，两人分别时，宋江大手一挥，直接赠予了武松10两银子，也就是1万块钱。同样接受宋江馈赠的还有黑旋风李逵，只不过李逵收下那10两银子后，直接将自己的性命卖给了宋江。然而《水浒传》中的大手笔不只是宋江一个人，小旋风柴进同样是挥金如土。林冲和洪教头比武前，他直接拿出一锭25两的银子作为胜者的奖励，而25两换算下来约等于现代的2万5。林冲离开时，柴进又掏出25两，让他去打点沧州牢城差拨和管营。但林冲抵达沧州牢城后，只给了差拨5两，给管营了10两。不过这点钱用来打点一下关系也是足够的。要知道古代的吏员1个月的工资也就5两银子左右，但如果是要买下一条人命，这点钱就远远不够。比如武松被张都监陷害入狱后，书中写施恩拿了100两银子打点康节集，这还没完，接着他又掏出100两银子给了一个孔目，请他赶紧判决，好让武松早点离开孟州。也就是说，施恩一共花了200两银子，20多万才暂时保住了武松的性命。而林冲的人头同样也值200两，在他发配沧州前，陆谦给了董超10两金子，让他和薛霸一起在半路结果掉林冲的性命，并承诺事后再付10两金子。而古代1两金子相当于10两白银，那么10两金子就是100两白银。除了武松、林冲以外，卢俊义也经历过这种被打点买下人头的遭遇。卢府的管家李固当时拿出500两金子，让蔡福、蔡庆2个刽子手在牢里面弄死卢俊义。而柴进得知后，直接拿出1000两金子，让他们务必保住卢俊义的性命。1000两金子就是1万两白银，按照1两等于1200元，1万两换算下来就是现代的1200万。可见大富豪卢俊义的人头有多么的值钱。还有宋江为了促成招安，初见李师师时见面礼就给了100两金子，也就是100多万。这就相当于宋江用了一套2、3线城市的房，才把自己买进了体制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看出古代1两银子的购买力绝对不是一点小钱。现代许多古装剧的剧情，动不动一顿饭就是吃几百两银子，或者官府一赏赐就是1万两黄金，这显然是没有搞懂古代银子的贵重。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